而且连丰都的诸多使者也加入了分配列阵中。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看到还有很多魂魄滞留原地，无法得到有序的分配。这就已经表明丰都城已经出现了扰乱的迹象。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恐怕这里的规则秩序真的会被影响，从而导致丰都城大乱。届时那些孤魂将会凝聚无尽的怨气，逃离出丰都城。那么对于外界而言，那就是致命般的后果，会导致法则失衡的那一步，甚至会有一场法则浩劫的诞生。一旦法则浩劫诞生，那么一切万物神灵都会失去平衡，所有的万物都会不受法则运转，甚至都将不复存在。到时候那可谓是真正的一场灾难。所以即便现在的丰都城再忙得不可开交，我都要全力以赴分配好这瞬间涌入的无数万魂之魄。这就是2大神界毁灭之后，无数万魂的魂魄都在同一时间来到这里。如果换作是以往的话，可不是这个样子。神荼王的神色有些严肃，毕竟如果丰都城真的出现了问题，那可是非常的严重的事件。所以通天司神已经将神冥界各处能调来帮忙的那些明职神灵全部来此处帮忙。萧炎他们的目光震撼地看着魂来河中的那些数不胜数的魂魄，发出哀嚎之声，同时感受到一股庄严而神秘的轮回气息弥漫在整个丰都城，仿佛能感受到无数万魂在此经历着神明法则的分配。这气息既让人感到沉重，又带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使得每一个踏入此地的生灵都能感受到生命流转和宿命轮回的真谛。他们站在丰都城中，一样被这神秘的轮回力量所笼罩，心中产生对这里的法则敬畏。在这里，他们也将见证了生死的奥秘，也将面临自己神魂深处的一切考验。丰都之城，神冥界的中心，他们终于经历过重重的阻碍，来到了这里。特别是萧炎，他的内心之中已经有着掩饰不住的紧张激动，因为他看到魂来河之中有着无数魂魄时，心想着自己的亲人朋友的魂魄也就在其中。虽然那些魂魄没有人的形状，只有一团半透明的光团，可在萧炎的眼中以及大道神魂的感知中，他能够感受到薰儿、彩铃、萧灵以及老师他们的一丝熟悉的气息。所以萧炎非常的敢断定，他们的魂魄就在这魂来河之中。神荼王前辈，我能够隐隐的感受到我那些亲人好友的气息就在魂来河之中游荡，我该如何精确的找到他们？丰都之城虽然非常的令人震撼无比，可是萧炎目前首要的目的就是要先找到自己的亲人好友的魂魄。他也非常的害怕自己的亲人好友的魂魄进入魂分灵之中，届时想要找他们也将会非常困难。这你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气息，这些魂魄只是神魂之中的一缕魂魄而已，陨落前的气息基本都是会消散不见，可你能够知晓他们就在这魂来河中，这让我都有些对你感到吃惊。神荼王也没有想到萧炎的感知能力如此之强，甚至在那一缕的魂魄之中都能够感受到一丝的气息。然后又接着道，但是这些魂魄只能看得到却摸不着，他们也不可能会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想要找出他们的魂魄，只有司神能够做到了。司神他现在在何处？我现在就去找他。萧炎一脸急迫。他就在丰都城的通天地府中，我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至于能否让司神帮你，就要靠你自己了。毕竟陨落后的魂魄来到神冥界都是无一例外的进行审判转世，所以你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神荼王将一切的问题全部说来得出来，同时也希望萧炎最好一切的打算。萧炎以守护之道为变强的动力，如果失去了这守护之道，那么萧炎也就失去了一切变强的原因。况且在神荼王的眼中，萧炎的天赋简直难得一见，又是无上焚神的传承者，如果再给一些时间成长下去，那么一定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存在，甚至真的有可能成为新的传说，成为无上神的存在。如今的大纣也已经没有了之前那般和平，9大界已经永久毁灭了3个大界，那些魔物也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大计划。随着那些魔神的苏醒，大计划更是提前了，这也就导致了这一次的2大神界同时被毁灭的原因之一。那些魔物抓住神冥界不能彻底插手9大界的事情，从而还做到了一举2得之事，让的神冥界之中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在神荼王看来，这或许就是那些魔物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在夺取苍穹之心的同时，让神冥3王以及司神等这里诞生的神灵都无法抽空出来对付他们。因为丰都之城的无数魂魄就已经让他们够喝一壶了。萧炎没有立马回话，一旁的灵动、沐尘、吴雪3人的目光也是看向神态微变的萧炎。灵动和沐尘上前伸出手臂搭在了萧炎的双肩之上，然后给萧炎打气道：好兄弟，不管司神会不会帮忙，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为你争取。我也是，虽然我的实力只是天位神，但也会为了你，为你争取机会，哪怕这机会只有一点点。吴雪那张绝美如仙的脸颊上露出让人欲仙欲死的笑容，她也在给萧炎打气，给他信心，要让萧炎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他的身边还有兄弟，还有一位爱他的吴雪。萧炎的身躯一颤，抬起头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3人的目光对视起来，他的眼中突然迸射出一道金芒，脸上也开始有了信心之色。好，我们全力以赴。萧炎对着灵动、沐尘、吴雪3人鼓起了自信心，这一次
也将会是他们4人首次面对神冥界的掌管者最强神灵通天司神的正面相见。在这位通天司神的面前，他们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萧炎是否可以顺利得到通天司神的特力破格，帮助萧炎复活轩儿、彩铃他们的魂魄？我现在就帮你们打开连接通天地府之门的印法空洞，接下来一切靠你们自己了。神荼王的目光中露出对萧炎他们的一丝希望，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司神的破格特力。毕竟这位司神可不是自己能够去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好萧炎的事情，那可是神冥界的掌管者，除了无上明神之外的最高明职神灵的存在，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即便是他自己以及风鬼仙神的造化存在，都难以匹敌这位司神。可以说，这位司神乃是如今神冥界的王。神荼王的声音在空旷的虚空中回荡，他的目光一凝迸射出特殊的光芒，紧接着他所施展的印法也开始让穿透萧炎他们周围的虚空。下一刻，在神荼王的印法催动之下，一道扭曲的虚空印法在众人眼前缓缓地展开，周围的虚空开始扭曲。在印法的中心，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光影凭空出现，光影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息，仿佛能吞噬一切。萧炎他们凝视着那散发着压抑气息的光影，心中既有期待又有不安。在这光影的背后，就是连接那通天地府之门的通道。接下来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去探索那神秘未知的通天地府。你们快进去吧，这光影连接通天地府之门，只有来到丰都城，我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开启。在神荼王的催促声中，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相互对视一眼，默契地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神荼王拱手道谢世易。然后萧炎率先迈出步伐，身体轻盈地跨入那扭曲的光影之中，紧接着灵动、沐尘、吴雪的眼神凝视了那道光影，也纷纷紧随而上。每个人都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一丝忐忑，消失在了那片扭曲的光影之中。随着他们的身影进入其中后，那扭曲的光影中也渐渐的淡去，恢复了原先的平静。神荼王的目光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知道前方等待着萧炎他们的将是无尽的考验，但他的脸上却依然保持着庄重和从容，对萧炎他们也充满着信心。光影内的空间变幻莫测，五彩斑斓的光芒在他们周围闪烁，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萧炎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下落，心中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然而他们知道现在只能靠自己，只能相信自己的勇气和实力。突然间，萧炎等人在光影交错的通道中感受到一阵剧烈的震颤，他们的视线穿透了迷雾般的虚无，捕捉到了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象。一扇巨大无比若隐若现的铜门悄然矗立在他们面前，沐尘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难道就是通天地府之门吗？很快，身旁的灵动也开口起来，语气中透露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似乎听到了那铜门上传来无数冤魂的哀嚎，那声音让我的神魂都要被其穿透。随着他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巨大的铜门似乎在呼吸，周围的云海翻滚，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操控。萧炎等人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铜门前，这铜门巨大的令人窒息，四周云海翻腾，如同无数幽魂在天地间徘徊。铜门的真实面目被这些虚无缥缈的云雾所掩盖，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如山岳般倾覆而下。萧炎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他们站在门前，仿佛是微不足道的尘埃，面对着这古老神秘的通天地府之门，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震撼。这就是神冥界的最后一道大门了吧？但唯有吴雪却感受不到这里带给他的一股无形的威压，就仿佛这里的一切力量都对吴雪无效一般。此刻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从他来到神冥界之后，他的体内深处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有一道门逐渐的为他打开。萧炎却早已经迫不及待了，他站在铜门前，催动强大的神力，准备推开铜门的刹那，门上的云海突然翻涌得更加激烈，仿佛在警告着什么。然而萧炎并未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前进的决心。萧兄，我们来帮你一起推开这扇铜门。灵动、沐尘的加入后，3个大道神力一同催动之下，铜门上的云海涌动得更加激烈。就在这时，巨大的铜门也在萧炎他们的全力推力下被缓缓地打开，一道刺目的光芒从门缝间射出，萧炎、灵动、沐尘、吴雪4人身影随即没入其中，消失在了那刺目的光芒之中。萧炎他们很快就抵达了铜门之后的世界，如同跨越了无数时空的界限，来到了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圣地。这就是通天地府吗？好壮观！萧炎、灵动、沐尘、吴雪4人的眼前，一座宏伟的宫殿府邸巍峨耸立，它的壮丽与神圣仿佛是天地间最为不可能的存在眼前的宫殿府邸，高耸入云，雄伟的宛如神域之所。独特的建筑结构让人叹为观止。通天地府的建筑风格独特，既非常见的亭台楼阁，也有穹顶殿堂，而是集天下之精华，融合了无数种文化的精髓。那些是什么？怎么看过去像是神兽之类的物种？吴雪的目光扫过雄伟的通天地府样貌时，便是发现了那墙壁上精雕细琢的多种多样的兽形雕塑，栩栩如生，而且每一个雕像的后背都有一双巨大的翅膀，仿佛随时会从石壁上跃下，展翅飞翔，化为真实的生灵。这些兽形雕塑皆是罕见的物种，即便是萧炎他们见多识广，
都没有见过这些看似神兽类的物种，而且这些被雕刻出的兽形手法无比的精妙，让大家不由得心生敬畏，仿佛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绝对威压，让人心神战栗。尽管这些神兽类型的雕塑散发出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压，但萧炎他们并未感到退缩。这些神兽类的雕像怕是不简单，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们似乎都是有着生命气息的活物，给我一种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萧炎在进入到这里之后，仿佛一切都不切实际，但又非常的真实。